宋三岁尝试了一下抱瑞宝，宋三岁差点没给自己活在这里。看宋三岁抱起辉宝后咬紧牙关的模样，心中一定在默默念着：坚持住，坚持住，绝对不能放手，一定要守住自己最后的一点形象。今天是江爷爷和宋爷爷一起值班，上午江爷爷来到园区，给爱宝清理刚才吃完的竹子。辉宝趴在小亭子上，一边监工一边捣乱。辉宝趁爷爷拿着竹子要离开时，偷偷跟上去将爷爷的竹子踩住了。别说辉宝的小脚一个压在上面还真重，江爷爷拽了好几次，才给竹子从辉宝脚丫下拽了出来。江爷爷收拾好竹子后，打算陪辉宝玩一会儿，当然也不是白玩。江爷爷还给辉宝带了大竹笋。江爷爷拿着大竹笋坐在小汽车上，呼喊着辉宝。江爷爷想让辉宝也上车。江爷爷对辉宝讲道：辉宝上车，带你去隔壁看看你那素未谋面的爸爸。但奈何辉宝姓宋不姓江，宋光军有点不给江爷爷面子。江爷爷眼看软的不行，直接来硬的，想给辉宝强行抱到小车上，但没想到辉宝这里牢牢抓着小亭子扶手，江爷爷根本拽不动。辉宝高喊：救命呀，有人抢熊啊！无奈根本没人听，而且此时瑞宝还在树上睡觉。就这样，辉宝被江爷爷强行抱到了小车上。被抱上小汽车后，辉宝依旧是不服气，在小汽车上辗转腾挪，就是不想让爷爷碰。直到一会儿，辉宝看到江爷爷拿着自己的竹笋跑了，辉宝眼看不妙，立马爬下小汽车去抢自己的竹笋。江爷爷则是因为竹笋掉在了地上，只是想给辉宝洗一下。清洗完竹笋后，江爷爷将竹笋还给辉宝。辉宝现在正处青春期，谁惹都不行。瑞宝这是拿爱宝当脚垫了，说踩就踩，踩完就走，丝毫不考虑爱宝的感受。被踩生气的爱宝表示自己要一个打两个，这姐妹俩一个也跑不掉。爱宝先是给挂在风铃上的瑞宝拽了下来，而一旁的辉宝见状跑走。回过神来的瑞宝转头就跑，由于太着急，脚步没跟上大脑的思考一下踩空，刚好摔在了爱宝的面前。爱宝抓住瑞宝，又给了瑞宝一顿爱的问候。辉宝眼看妈妈和姐姐打得这么起劲儿，自己也过来凑热闹。姐妹俩这下直接前后夹击爱宝了，但姐妹俩对爱宝的攻击丝毫没有产生影响。爱宝给辉宝推去角落，逐个击破。瑞宝这时看清了形势，知道自己和辉宝加起来也打不过妈妈。瑞宝索性直接站队妈妈，跟妈妈一起揍辉宝。看似瑞宝是墙头草，实则是瑞宝是想假装和妹妹打斗，俩人一起偷摸逃跑。姐妹俩趁妈妈不注意，还搞上策略了，一个负责吸引爱宝注意力，一个绕到爱宝背后偷袭。但爱宝依旧不在怕的，3下5除2就给瑞宝辉宝反压在了身下。此时姐妹俩各凭本事逃脱，瑞宝趁着妈妈在和妹妹打斗时，自己偷偷从小亭子上溜了下去。辉宝这时也开始找机会逃走，姐妹俩一番挣扎，终于挣脱了妈妈的怀抱，而爷爷们也配合得很默契。当瑞宝、辉宝一起来到通道门口时，通道门也打开了，让姐妹俩成功逃过了爱宝的这顿揍。辉宝今天有妈妈在给自己撑腰，虽然已经到下班点了，但姐妹俩一点都不慌，因为自己的妈妈还没回去呢。永宽面对这场面，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永宽就这样贸然地走进园区，先是尝试哄瑞宝、辉宝下来，小零食吊群用的次数太多了，现在已经不管用了。瑞宝只是给胡萝卜吃掉了，但并没有想下来。眼看姐妹俩不为所动，又开始将目标转移到爱宝身上。永宽拍打了几下独木桥，想着给爱宝唤醒。永宽一番操作，但对于下班一点进展也没有，还耗费了2块胡萝卜。永宽回去思索了一下，之后又2次来到园区。这次瑞宝给足了永宽面子，瑞宝是第一个从树上下来并走向永宽的。瑞宝从树上下来，这让永宽今天的收熊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。瑞宝一路跟着永宽来到了通道门口，之后永宽又在通道门口投喂了一块小零食给瑞宝。瑞宝这里吃完小零食后，便乖巧的回了家。眼看瑞宝已经回去了，永宽信心大增，乘胜追击。永宽继续用小零食诱惑还在树上的辉宝，但这次反而是惊动了旁边的爱宝。永宽看到爱宝动了，赶紧离开园区。永宽还是害怕，没有护栏，直接跟爱宝近距离接触。爱宝就这样奇妙的走回了家。此时园区只剩辉宝了，永宽3战辉宝，小零食拿在手，不断对辉宝进行着投喂。永宽也不白喂，一边喂辉宝的同时还要摸摸辉宝的脸。永宽用尽手段，依旧撼动不了辉宝不想回家的心。永宽挥手示意姨姨们可以早点回家了。之后，永宽坐在小亭子上，继续陪伴着辉宝，等待着辉宝从树上下来。爷爷和老宋头现在天天都在硬树枝上趴着，2个爷爷回想着，昨天他们还小小的，怎么一眨眼就这么大了，身上都有妈妈的影子了。爷爷们害怕再一眨眼
自己就又要面对和福宝一样的场景了。两个爷爷现在看姐妹俩在室外玩耍时的样子，眼神都快要拉丝了，就像当年福宝要独立，老宋头最后一次陪福宝时一样。根据江爷爷的回答来推算，瑞宝辉宝现在离独立只剩半年了。记得江爷爷偷偷抱姐妹俩走员工通道时的样子，仿佛就在上个月，而现在别提走员工通道了，现在就连抱起来都是个问题了。以及鼓励他们学走路时的画面，同样感觉是发生在不久前。再看爱宝与瑞宝辉宝的合照，与之前的合照对比，瑞宝辉宝真是成倍数的放大了。不过这些情绪对现在的老宋头来说，只能在一个人的夜晚时产生，因为在园区老宋头更多的是头疼姐妹俩怎么才能下班。今晚姐妹俩让老宋头又惆怅了，腿又拍红了。不过老宋头这次居然变聪明了，不再傻傻的跪在地上苦等了，而是来到了小亭子上坐着，这样比较舒服一点。辉宝看到爷爷来了，率先从小树上下来。辉宝走到老宋头身边后，老宋头立马奖励了一块小苹果给辉宝。而瑞宝这里，老宋头坐的腿都快麻了，他还不下来，老宋头按捺不住了，直接给小苹果送到了辉宝的嘴边。但吃完小苹果后，瑞宝还是不想下来。这时辉宝眼看爷爷站在了小木桩上，辉宝怕爷爷掉下来，还贴心的在下面扶着。老宋头眼看瑞宝迟迟不下来，又用上了姜太公钓鱼的方法，但结果还是不管用。瑞宝这次直接让老宋头黔驴技穷了。今天的瑞宝就是这么有性格，所以老宋头现在与其思考与瑞宝辉宝分离的事情，更需要思考的是瑞宝到底怎样才能回家。今是福宝出生的第1282天，体重依旧稳定在200斤以上。今天依依到达室内园区时，爱宝正趴在小滑梯上陪姐妹俩睡觉。姐妹俩睡在滑梯平台上，爱宝则坐在小木床上，身子趴在滑梯上，静静地陪着姐妹俩。爱宝对姐妹俩都是在默默的付出，虽然爱宝也在睡觉，但一有点风吹草动，爱宝立马就会察觉。而此时的福宝正在室外园区的小亮台上，虽然今天天气很冷，但对于福宝来说，这个温度刚刚好。福宝坐在小亮台上，观察着室外园区的风景，而乐宝这里又在尝试给自己改名字了。乐宝的目标依旧是立牌上的名字缩写。乐宝抱着名字立牌，一顿啃咬。好在这次宋爷爷粘得比较牢固，乐宝啃了一会儿，啃累了便放弃了。之后乐宝又跟姨姨们摆弄了一下自己的身姿，尽情地释放着双开门的魅力。一会儿，宋爷爷来到园区接姐妹俩下班。此时辉宝正在小亭子上，宋爷爷拿出手机记录着辉宝调皮的样子。宋爷爷转身示意辉宝爬到自己背上来，自己给辉宝背回家。辉宝不但没有让爷爷背，反而咬了爷爷一口。宋爷爷再晚点回头，辉宝都要给宋爷爷的小马甲咬破了。宋爷爷看辉宝并不想被背回家去，宋爷爷换成了公主抱。宋爷爷给姐妹俩接回去后，福宝从室外园区走了回来。福宝来到园区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姐妹俩和妈妈的气味。福宝在园区转了一圈后，来到了小亭子上吃东西。竹子吃完，福宝又在园区转了一圈，还在小滑梯上挠了挠痒，最后感觉到无聊了。福宝来到了通道门口，蹲在了通道门口前。福宝这是想回家休息了，坐等爷爷给自己开门回家。